进了总裁专用电梯，只有母子俩的时候，陆太太说话也就不客气了。她没好气的道：“你不和茵茵结婚也可以，妈再帮你相个与咱们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总之，你只能娶名门千金，不能娶海玲了。陆东明，我跟你说过的话都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想让妈同意你和海玲在一起，你能让天下红雨，妈就同意。”对于母亲的强硬，陆东明并没有生气。他说道：“妈，你现在来，又是为了和我说这件事吗？我觉得我们母子俩没有必要再谈这件事，没得谈。我的事，我的婚姻，不用妈管哈。妈想让我放弃海玲，要是能让我奶奶起死回生，我奶奶也不赞成我和海玲在一起，那我就放弃海玲。”陆太太气得骂道：“你奶奶都走了多少年了？她老人家要是能起死回生，绝对会骂死你。你和海玲在一起，能把你奶奶气得从阎罗王那里回来，那我就更要和海玲在一起了。我想我奶奶了，打小就我奶奶最疼我了，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我开心，我奶奶都会支持我的。奶奶总说做人做事但求问心无愧，不后悔。陆老太太活着的时候，的确是最疼爱陆东明这个小孙子。陆太太因为连生4胎儿子，儿子多了，对于小儿子就没有了那股稀罕劲儿。她对陆东明的关心是不够的。你就是被你奶奶宠坏了呀！这陆太太骂了句：“你中午去医院看望海玲，为什么不敢让她知道？”陆东明，你心里清楚得很。海玲不喜欢你，她只把你当成房东，当成朋友，人家前夫还在对她纠缠不休呢。人家认识10几年了，还有个儿子，说不定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他们会复婚呢。陆东明不吭声，他中午去看海玲没有进去，是海玲在吃饭，他不想打扰母子俩，也是觉得自己去得太勤啊，海玲会起疑心。战印劝他不要太快表白，等海玲的事业稳定了，再展开追求，那样成功的几率会大一点。回到陆东明的办公室后，陆太太还在说着儿子，很努力地劝说儿子放弃海玲，毕竟2个人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只是儿子的一厢情愿。那陆太太觉得现在让儿子断情丝还是很容易的。那陆东明不管母亲在说什么，他觉得他把自己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母亲在唠叨他的，他则忙着处理文件。嘟嘟，他手机收到了新信息。他拿起手机点开了新信息来看，是苏南发给他的。老陆啊，晚上一起吃饭，叫上司机吧，你们都要喝酒的，庆祝我今天结束了单身啊。陆东明回复好友，恭喜啊，晚上除了吃饭喝酒庆祝，还要不要给你安排一下其他节目，例如去夜总会见见世面。苏南马上回他，我已经有了老婆，不用去夜总会见世面，倒是你还单着，你才该去夜总会逛逛。老陆，我警告你哈，不许整我哈，要是让我老婆误会我，我揍你的哈。陆东明笑，逗你的，行，晚上一起吃饭，不醉不归。咱们铁三角，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单着了，单着也有单着的好，你看开点吧。苏南安慰着好友。没有喜欢的女人时呢，陆东明觉得单着是挺好的，那有了喜欢的人，他就想像苏南这样能早点结束单身，以后下班回家都有个人关心自己和寒温暖的。哇，海玲呢，绝对是个好妻子。周红林不懂珍惜，他和海玲要是在一起了，他会好好珍惜海玲的。东明，是谁给你发信息？战印吗？东明，战印对海童的新鲜感还在，会向着海童姐妹俩的。你在和茵茵结婚之前，跟战印也保持着点距离。就陆太太敢说战印绝对是站在大姨姐那一边。苏南的未婚妻就是海童的好闺蜜，沈家倒也不差，是管城土著，有几栋楼和半条街的商铺出租，倒也配得上苏南。而苏南和沈小军会在一起，是战印夫妻俩做的媒。就陆太太觉得战印就是想让大姨姐嫁给她的小儿子，那样铁三角的关系更亲密了。
妈，你说的什么话？什么战印对海童的新鲜感还在？战印不是那种花心的男人，他既然爱上了海童，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们家也都接受海童。你少在背后说这些话，传到战家和战印的耳里，没得影响我们两家的交情啊。都说了，我不会和于茵茵结婚，我不爱他，不喜欢他，也不想耽误他。我已经跟他说得清清楚楚的了。于茵茵除了跟他谈生意上的事，私事是绝口不提的了。倒是个聪明的女人，不会钻牛角尖，也不会觉得输给了海玲就丢脸。苏南今天去办结婚手续，晚上请我们吃饭喝酒，庆祝他结束单身。陆太太被儿子对的脸色不好看，她说道：“我知道战印不是花心的人，海童那么久都没有动静，有一半的可能性是身体有毛病，难以怀孕的。她要是真的不能生，你以为她能坐稳大少奶奶这个位置？”战印和海童在医院闹得不愉快的事，上了热搜的，虽说热搜撤得很快，大家心里都有想法的，不过是憋在心里，不好说出来。你又知道人家海童不能生啊，战印都说了，他们夫妻俩不着急要孩子，海玲和商太太都还没有替海童操心呢。妈操心什么？妈，我还是那句话，你以后少说这样的话。陆太太呵呵两声，那是因为战印和海童结婚的时间还不到1年，看着吧，明年就知道谁有问题了。战印瞧着健康的很，他不会有问题，就是海童有问题。现在管城人都知道战少宠妻了，夫妻感情甜蜜大半年了呀，海童的肚子都没有动静，过来人心里呢都有想法的。陆东明冷着脸说道：“妈不用刻意拉踩海童，借此来踩海玲，我就喜欢海玲，就认准了她，不管妈同不同意，我都喜欢她，除了她，我谁都不要。”陆东明，你就那么喜欢给人当后爸？他儿子都3岁了。对，我就喜欢给洋洋当爸，我喜欢洋洋这个孩子，早就盼着他是我的儿子了。你，陆太太被儿子气得半死。那陆东明的手机来电铃声响了起来，是战印打来的。他连忙接听，晚上苏南请吃饭。不等战印开口，陆东明就先说了，他以为战印是问他有没有空的，就他们3个好友，友情最铁了。苏南结束了单身，请他们吃饭，就算他在忙，他也会去的。我知道苏南早就给我发了信息。战印一手拿着手机，一手端着一杯咖啡，就是利用喝咖啡的时候啊，打电话给陆东明的。我老婆把你的心思捅破了。捅破了？陆东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很快他明白过来，捅破了。那也好，我还在想着怎么开口呢。本来陆东明在看清楚自己的感情后，就想付之行动的，是战印劝住了他，说海玲受伤，身体虚弱，跟海玲谈感情不适宜，让他先等等。考虑到母亲对海玲的不喜，考虑到海玲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陆东明愿意等上几年。他可以默默地守护在海玲的身边，直到海玲功成名就了，他再向她表白。认为那个时候2个人在一起的几率大得多。况且日久见人心，那他的默默守护陪伴，海玲肯定能感受得到的。都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没想到海童会帮他捅破。陆东明看向母亲，猜到母亲肯定又去找过海玲，未必会为难海玲，但母亲会说些阴阳怪气的话。海玲一向有事就会跟妹妹说，估计就是这样，海童才把他的心思捅破了。好啦，我知道了。海玲知道了他的心思，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克制了。战印欲言又止，最后叹道：若事不成，不要纠缠。那他现在就是夹心饼了，一个是铁哥们，他希望铁哥们能够幸福；一个是他的大姨姐，她爱海童，爱屋及乌。同样的，他也希望大姨姐能够开展第2春。
并过得比第一春时更好。战印不希望因为感情的事，导致海玲和陆东明像陌生人那样。陆东明没说话，战印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主动结束通话，默默地喝完了自己那杯咖啡。最近月老肯定在加班加点，给他身边的人不停地牵红线，奕晨、浩宇还有东明，就他们的爱情几乎是同时拉开序幕，就只有君然和商小飞还在半抱琵琶半遮面呢。不过他和彤彤就能慢慢的看好戏了。当初呢，他和彤彤被他们集体看了很长时间的好戏呢。战印重新投入到工作中，那下午呢，他老婆会来公司接上他，然后一起去给苏南和沈小军庆祝他们结束单身。那战印可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陆东明想认真工作却不行。那他老母亲在战印结束通话后就问他，东明，战印跟你说什么了？妈，我接通电话，通话内容都要告诉你吗？小时候你都没有这样认真管过我，现在我都30好几的人了，你才来管我，不觉得太迟了吗？陆太太一噎，妈，你想说的话也说完了，我还要忙着工作。意思是让他母亲离开。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苏南晚上请你吃饭，你带着茵茵过去，就让茵茵慢慢的融入你的朋友圈吧。不带。陆东明直接拒绝。陆太太，你就那么讨厌茵茵？茵茵哪一点不如海玲了？她无论是出身还是外貌，亦或年纪，都比海玲好，就连能力都比海玲要强很多。于小姐不是比海玲更优秀，她是比海玲会投胎。海玲若是跟她起点一样，说不定海玲呢早就独立掌控一家大集团了呢。妈，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喜欢就是喜欢了，不用去问为什么，不用去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只要往前走，往前看就行了。陆太太气结，妈，你是自己回去还是我安排秘书送你啊？这陆太太站起来，绷着脸说道，我自己走吧。妈，你慢走。陆东明呢，把老母亲气得半死，还笑眯眯的。那陆太太从陆氏集团出来，就打电话给于茵茵，对于茵茵说道，茵茵啊，苏南今天领了结婚证，他晚上请你陆四哥他们吃饭，你陪你那陆四哥去吧，那是你陆四哥的朋友圈，那你先融入他的朋友圈，慢慢的就能融入他的心了。于茵茵接到陆太太的电话时，恰好与一位老总谈妥了合作的事，心情愉悦。阿姨，我知道了，待会儿我就去陆氏找陆四哥。于茵茵的积极让陆太太很满意，她转而问起于茵茵，你说谈了几天的合作，谈妥了吗？于茵茵笑道，谈妥了，我通知我秘书订了机票，给我送合同过来，跟张总签了合同，就不用担心有变。那陆太太也为他感到高兴，觉得于茵茵的成就以后都属于陆家的，于茵茵越强，越能帮到他的小儿子，夫妻俩强强联手，能让陆氏集团越来越强大。茵茵，恭喜你啊！于茵茵笑着道了谢。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陆太太才挂了电话，在儿子那里被气得半死，严重的影响他的心情。现在在未来儿媳妇这里补回来了。陆太太不知道的是，在她挂了电话后，于茵茵转头就打电话给陆东明，把她说的话告诉了陆东明。于茵茵说道，阿姨始终不死心，陆四哥，我是不会陪你去吃饭的，不过为了预防阿姨查岗，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到时候把你们吃饭的情景拍个照发给我，我发到朋友圈里去，阿姨看到了就会以为我们在一起吃饭。陆东明沉声说道，于小姐，你这样做只会让我妈更加的坚定撮合我们俩在一起，虽然你是好意，不过我觉得不必这样做，我也不怕我妈找我谈话，我的婚姻大事除了我奶奶能说几句，我爸妈都无法左右我的婚姻，就他奶奶都去世了多年，陆东明给祖奶奶的面子，陆老夫人也无法从地府里回来阻止小孙子追求海玲呀。
不过陆老夫人与战家老太太交好，两个老姐妹脾性相近。战老太太给孙子们挑选媳妇的时候，就是不拘一格的。那陆老夫人若是在世，她也不会阻拦陆东明。用陆东明的话说，奶奶只希望开心快乐。她若是真的爱海玲，奶奶绝对会支持她追求海玲的呀。于小姐，你该不会是对我还抱有幻想吧？于茵茵，没有的是陆四哥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已经清楚。你对我无爱，我对你抱幻想有什么用？这个世界上比陆四哥优秀的男人不止陆四哥一个，我何必吊死在你这棵不属于我的大树上呢？那我去找其他有潜质的大树吊着不好吗？或者呢，我找一片森林也香呀。行，那我也不演戏了，我等会儿回去陪阿姨吃晚饭，然后跟阿姨说个清楚，我就搬出你们家了，住到管城大酒店去。以后当不成夫妻，我们也能当朋友呀。于茵茵是好心，不过呢，陆东明的话也有理。他还是早点跟陆太太说清楚，然后搬出陆家大宅，让这陆太太不要再对他抱有幻想了。不是他不喜欢陆东明，是陆东明不喜欢他呀。管城优秀的青年才俊也不少，说不定他能遇到他的真命天子。在管城遇不到，他就回自己的地盘上慢慢的挑一个了。就真找不到好的，那他自己过也潇洒自在。陆四哥你忙吧，我要开车了。于茵茵主动挂了电话，这些事情海童都不知道。下午的时候呢，他通知帮他编织工艺品的几个同学过来拿材料。临近傍晚，学生放学了，走读的学生成群结队地走出校门，看着他们每张脸都是朝气蓬勃的，海童都羡慕他们的青春年少。忙过了一段时间，海童便开始把店门口的货架往店里搬，郑叔又端着他的大碗，边走边扒口饭吃，晃到了海童的店里。海童，今天这么早就收档了啊？海童嗯着，小军请吃饭。是了，小军和苏家的南少订了婚，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向他说声恭喜呢。小军明天会过来的，郑叔明天再跟他说恭喜也不迟。海童看看扒着饭吃的郑叔，郑婶就给叔你吃青菜吧，最近肉贵，买的肉少，留给老人和孩子吃。我吃点青菜就行，现在青菜都贵了，我们快要连青菜都吃不起了呀。这要是在农村自己种菜，自给自足的能省一笔钱出来，在城市就什么都要花钱，真的是样样要钱。再怎么省吃俭用，每个月的开支还是一笔的钱。郑叔吐槽完最近的肉价太贵后，又关心地问：你姐好些了吧？洋洋被抢这件事在管城引起的轰动太大，郑叔这些人想不知道都不行。谢谢郑叔关心，我姐好很多了，恢复的挺好的。那就好，那就好。郑叔夹了一根青菜吃了，再扒一口饭。海童，叔跟你说件事，你给点意见，靠谱不？我跟你郑婶说了，被他骂了一顿。海童笑道：郑叔，你说吧。什么事？我帮你参考参考，给点意见。我不是会看相吗？不过我是没有真正的师傅领着的，是自己跟着别人胡乱的学了点入门的，然后就靠自己看书，自己摸索了。郑叔停止吃饭，小声说道：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天桥或者公园里摆摊看相，就是闲时去摆摊，那样能捞点外快帮补一下家里。虽说我们那杂货店也过得去，可是随着孩子渐大，老人渐老，我们中年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人靠着那间店的收入总觉得吃力。我就想去赚点外快，但是你婶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她叫我告诉她今晚，不是明天，今天周三周四才开奖的，让我告诉她明天晚上6合彩的7个号码是什么。她要把全部身家投进去买特碰，特碰的赔率比中特嘛要高的，中1元能拿到100元呢。郑叔吐槽地道：我要是知道6合彩开什么码，我早就比首付还要富了。用得着去天桥摆摊吗？
他骂我是偷懒，想溜出去玩。海童笑道：郑叔，你要是知道明天晚上六合彩开什么马，记得打电话告诉我一声，我也把我全部身家投进去买特碰。海童，你就别调侃我了呀，我是觉得我的水平可以去摆摊的了。能赚到多少钱都是钱呀。郑叔，你想多赚点钱，不一定非要去公园摆摊看相呀。在公园摆摊的很多人都觉得是坑蒙拐骗的，真正有2把刷子的都不用出门，生意自动上门。郑叔默了默后说道：我也没有其他本事呀，就对这方面感兴趣，钻研了多年才觉得自己懂一点了。他看海童的相就觉得挺准的吧。他早跟老婆说过海童是富贵命，一般有钱人家都装不下海童的富贵。现在海童嫁入了首富战家，郑叔认为自己看中了，才会萌生去公园摆摊赚点小钱的。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郑叔去做想做的事，总觉得在宣传迷信似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想做一件事，就去做，尝试一下，不管成败，去做了就不会后悔了。郑叔还是要回去跟婶子好好的说道的。你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出门，也不影响你们店里的生意，婶子会理解，会同意的。毕竟你也是为了这个家。海童在和郑叔说话的同时，并没有停止搬东西。等他搬好东西后，他回到收银台拿了自己的包，再拿起手机揣进裤兜里，对郑叔说道：郑叔，夫妻有商有量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郑叔想了想后笑道：海童，你比叔年轻10几岁，看得比叔通透呀，你真是一眼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你要下班了吧？那我不打扰你了哈，我回去就跟你婶子慢慢的商量。郑叔很开心的走了，回到他家的杂货店里去。海童目送着郑叔的背影，半晌敛回了视线，再把那卷闸门拉下锁上。那郑叔的生活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写照。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生病，不敢偷懒，努力赚钱养一家老小。哇，压力山大呀。海童先去医院看望过姐姐。他到医院的时候呢，海玲母子俩已经吃完了晚饭。小姨，洋洋看到海童过来，很开心，先跑向海童要海童抱。海童抱起了他，看到姐姐准备去洗保温饭盒，忙道：姐，我去洗吧。不用了，姐现在也无聊得很，就想找点事情来做一做，否则早就让梁姨把饭盒洗了呀。这么早就关门了。海童抱着外甥站在洗手间门口，看着姐姐用了热水清洗着饭盒，说道：小军请吃饭。洋洋这么早就吃饱了，小姨还想带着你去吃饭呢。海玲笑道：我现在就是养猪，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明叔送来的饭菜又好吃，天天这样吃，等我出院，体重又能回到150了。就他是个容易长胖的人，那只要吃得多一点，那腰就能胖起来。没有的事啊，我看姐是瘦了不少呀，毕竟是去鬼门关闯了一回。等会儿你带着洋洋去呗，他整天在这里陪着我，也把他闷坏了，老想拿我的手机来看动画片，我不让他看，伤眼睛。海玲边洗饭盒边说道：彤彤，你明天过来的时候，去我那里把洋洋的那套乐高积木拿过来，等洋洋下课回来就让他自己玩积木，好过用手机看动画片。还有那套看图识字也给我送过来，我现在闲得发霉，正好教他识字。9月份上幼儿园中班，中班才能学点东西，小班呢就等于是请别人带娃。现在的幼儿园学费也不便宜，就随随便便都要大几千块钱一个学期，好一点的更要过万元。那从中班读起，也要上3年的幼儿园才能上小学。养孩子是最烧钱的，否则也不会给孩子安上一个称号吞金兽。好，看姐姐没事，
海童很快就带着洋洋离开了医院，前往战氏集团。到达战氏集团已经是下班时间。总裁夫人，总裁夫人，海童一路而入，看到他的职员都笑着打招呼问好。被他牵着的洋洋最引人注目。小家伙长得俊俏可爱，遇到高层管理停下来和海童说说话，小家伙就会甜甜地叫着叔叔阿姨姐姐，得到一片的夸赞。战印在海童的车子进入战氏集团后就知道了，他早就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海童说要来接他下班，他才留在办公室里等着海童呢。知道海童来了，他马上坐着电梯下楼啊。一丈，洋洋眼尖看到战印了，挣脱了海童牵着他的手，像只快乐的小鸟奔向战印。他一声稚嫩的叫喊声，让很多人都停下来，扭头看向他们的冷面大总裁，却看到冷面大总裁快步上前几步，然后蹲下身，张开了双臂，等着洋洋投怀送抱。洋洋一头扎入战印的怀里后，战印抱着他站起来，然后举着他转圈圈，逗得洋洋哈哈大笑。战印也笑，那是他们的冷面总裁吗？哦，居然有如此温和的一面。看来啊，冷面总裁是个喜欢孩子的人。对老婆的外甥都这么好，以后这总裁夫人生了孩子后，总裁说不定会成为奶爸，上班都抱着娃回公司呢。就众人想象着战印抱着娃回公司上班的情景，都忍不住抖了抖，不敢想象呀。和海童说话的几位高层管理笑道：“夫人，战总来了，我们先走，不当电灯泡了。”海童含笑点头。等几位高层管理走后，他笑着朝那一大一小走过去。战印，你要抱紧他。有些人抱着孩子举高高或者转圈圈时，没有抱紧孩子，让孩子掉在地上，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战印停止了高举着洋洋转圈圈，把洋洋放下来，抱着笑道：“放心，我会抱紧他的，摔着谁我都不会让洋洋摔着的。”洋洋，一丈好吗？洋洋应着一丈好，很好，只要不再说他是小灯泡，一丈就会更好啦。洋洋说完就两手一搂，搂住了战印的脖子，就在战印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把头埋在了战印的肩膀上。战印被小家伙亲了亲，笑咧了嘴。对海童说道：“也怪不得东明对洋洋格外的喜欢，这小家伙呢是惹人喜欢，惹人疼。”海童笑道：“也不看看是谁带大的娃。”这是我带大的娃呢，当然可爱了。战印看着老婆，这样看着我干嘛？我说的没错呀，洋洋就是我带大的。没错，没错，我就想看看我老婆和我在一起后，脸皮增厚了多少公分。承认你厚脸皮了哈。海童挽上了战印的一边手臂，两个人一起往外走去。战印笑：“是厚脸皮，在你面前，我非常厚颜无耻。奶奶最喜欢对我的了，有时候被他老人家对的，我都要怀疑我不是他的亲孙子。”想起老太太以往对战印的情景，海童想哈哈笑的，又要保持他总裁夫人的好形象，他就忍住了。奶奶只对亲孙子最亲近的人，他老人家就喜欢拿来开刷对外人。奶奶是很温和有礼的，大家都说奶奶慈眉善目，像尊菩萨呢。战印无话可说。海童说的太对了，怪不得奶奶那么喜欢海童，因为他符合奶奶的胃口呀。下午一切安好吧？好不好？你最清楚。他的人一直暗中保护他的，他的一举一动，他想知道，随时都可以。海童又说道：“现在我能有什么事？他们都被抓了，就等着判刑。不过他也从中汲取到教训。小鬼难缠，以后呢，他尽量不要招惹小人。这一次他是为了救云初，得罪宁太太母女俩，那对母女俩也是过于蛮横。现在将宁太太的黑暗势力砍掉了90%，余下的警方还在追捕中，也算是为这件事划上了句号。
也有几件事还放在我心上的，就是小飞和君然的事，就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会捅破那层纸。战印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这是别人的事，你该放在心上的是咱们的婚礼，不是还早着很吗？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呢。海童一点都不急，就觉得时间还充足的很。战印说请了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气的婚纱设计师帮他量身定造婚纱礼服，那位设计师还没有过来呢。就海童不管这些事，战印会安排好。是还早着，不过我们也得准备起来。战印说道。很快他又说道：不用你操心了，你只要配合着设计师就行。设计师会根据你的身材、气质设计出适合你的婚纱，保证让你穿上了婚纱后是最美丽的新娘。海童笑道：我觉得就算我不穿量身定造的婚纱，也是你最美丽的新娘。那他对自己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战印也笑：是，你一直都是我最美丽的新娘，我就是想给你最好的。他还要准备给他的彩礼，那他名下的财产，家里给的他都用来给他当彩礼。那夫妻俩出了办公大厦，一起走向战印的那辆劳斯莱斯。你们不用跟着了。战印对保镖团说了句，保镖团呢恭敬的应声。等到战印的车子开动，驶出了战氏集团后，保镖团跟着离开了公司。苏南请好友们在管城大酒店吃饭，也没有请几个人，除了他的铁哥们之外，还请了战一臣、君然以及苏少主。这是苏家主私底下叮嘱苏南要叫上苏少主的，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让苏南秀恩爱，刺激一下苏少主呗，看看苏少主愿不愿意结婚。苏南知道苏少主寡情得很，不过苏少主年纪比他大了几岁，他也替苏少主着急。这大伯叫他约上苏少主，他一口答应下来。沈小军只请了海童和商小飞的，但商小飞临时有事来不了。既然来了管城大酒店，苏南又打电话给战浩宇，把战浩宇叫上一起吃饭了。等到大家都来后，除了苏南和战印两个身边是有娇妻的，其他都是单身汪。苏总、小军，恭喜你们啊！海童看到这对刚成为夫妻的恩爱情侣，就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啦。那沈小军笑着，谢谢。他弯下腰去抱起洋洋，洋洋，沈阿姨，你今晚好漂亮。洋洋被抱起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夸赞沈小军的漂亮。沈小军没有刻意的打扮，仅是化了个淡妆，换了一身红而已。人逢喜事精神爽吗？那他整个人就容光焕发的，看上去就特别的迷人。被小家伙夸了，沈小军笑得更灿烂了。洋洋也是个小帅哥，那洋洋被夸是小帅哥，坦然得很。他听这种话听得多了。大家坐呀，苏南招呼着大家坐下来。大嫂，我坐你的旁边可以吗？战一臣笑着问道。战一瞪眼，他马上就说道，我坐洋洋的身边吧。海童的一边是战印，一边是洋洋，就他坐洋洋的身边，也等于是挨着大嫂了呀。海童握了握丈夫的大手，战印绷着的脸才缓和下来。真是个霸道的家伙呀。在座的人都知道苏南和沈小军的婚期已经定好，这个月底就能办婚礼，都调侃了苏南几句。苏南呢，大方地接受大家的调侃及祝福。在座的除了战印之外，你们都还是王老五。苏南给自己满了一杯酒，对大家笑道，我敬诸位王老五一杯，今天开始，我苏南正式退出你们的行列了，以后但凡是单身的活动都不需要请我了，你们尽情的嗨吧。君然笑道，羡慕苏总呀。陆东明则是说道，从今天开始，苏南就和战印一样，都是妻奴了。战印沉声应着，我能当妻奴，你想当妻奴还没有机会呢。陆东明，战印，你这话好扎心啊。海童，你得管管你家战印。海童给外甥加了点菜，洋洋是吃过晚饭的了，不想再吃饭，
有几样菜是他喜欢吃的，他就吃点菜。我们站印又没有说错话，不需要管。听听，这就是夫妻一条心的。陆东明笑道：你们俩是我们哥们几个最羡慕的夫妻了。战浩宇说了句：东明哥，你羡慕的话，赶紧去找个女朋友，成双成对的，让我们羡慕你。在孔家宴会上，东明哥不是和于氏集团的副总裁聊得欢吗？我看你们俩舞了一曲，就非常般配的呀。陆东明飞快地看向海童，生怕海童会把这些话告诉海玲。不过那天晚上海童也在宴会上，都看在眼里了，要说也早就说了。他便坦然了，老实的道：那是我妈相中的儿媳妇人选，不是我喜欢的，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等我追到他，有幸能结为夫妻的话，我一定像苏南这样请你们吃大餐。除了那2对夫妻之外，那几个单身的都不知道陆东明喜欢的人是海玲，居然好奇又八卦地问道：陆总有喜欢的人了？我好像没有听说过陆总在追求谁。战浩宇笑道：军武少，你太小看我们东明哥了。东明哥有喜欢的人是不追求的，直接就杠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去你的，我是那种粗人吗？陆东明呢就轻捶了战浩宇一下。大家都在调侃着彼此，唯有苏少主默默地吃菜喝酒，不插话，因为呢这种话题他插不上来，那他也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堂弟结束了单身贵族的日子，请他吃饭庆祝一下，他就来了。小军，吃块鱼肉鱼刺我都帮你挑掉的了。苏南看到苏少主只顾着吃吃喝喝都不插话，便秀起恩爱来。不过他平时和沈小军一起吃饭也是很体贴他的。苏南给沈小军挑掉鱼刺，让他放心的吃鱼肉。战印则戴着一次性的手套，在给海童和洋洋包着虾壳。海童是个喜欢吃虾的人，不管是谁请夫妻俩吃饭，都要备上一盘虾，也是给战大少爷表现一下宠妻的行径。大哥，苏南又帮沈小军加了点菜，叫了苏少主一声。苏少主望向他，怎么了？大哥，你怎么都不吭声的？大家聊得多欢呀。众人也笑道：苏少主，你才是钻石王老五呀。苏少主笑了笑，说道：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是个正常人。海童和沈小军的八卦耳朵竖得高高的，他们俩吃了很多瓜，不过最想吃的还是苏少主的瓜。无奈他们俩吃到的瓜都是苏少主在背后提供的，他们想反过来吃苏少主的瓜就难了点儿。现在听到苏少主说他不是正常人，2个人好奇心被吊得半天高。